今天呢，先帮大家整理一下会议纪要，再来讲一下香港大放水，最后呢，再来复盘一下比特币目前的走势在哪个阶段哦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韭菜那个，这是一个关于韭菜成长励志翻身的频道，对，和励志又翻身哦。我呢会常跟大家分享一下新闻资讯、行情走势或是即时的币圈消息。如果不想错过任何即时的风险提示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小铃铛，把这个酒按对了。以下呢所有分享都是个人经验分享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哦。还是来秀一下哦，昨天其实蛮爽的。那时候以太1610的时候呢，我在等会议纪要，结果会议纪要出来之后发现，没有跌下去，然后看一下消息，没有什么新消息，感觉是还可以。然后就教大家做了一个多嘛，做一个比较短的止损，然后今天早上起来之后就哇就上去了，真的是不错。然后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现货呢就跟着趋势买嘛，在各个点位的时候可能都可以补一点现货，然后在趋势改变之前呢，可能都不用过急躁的把它砍掉。然后我有给止损位置呢，都是因为是短期的合约，合约的话仓位千万不要太大，因为那是偏向有一点赌博嘛，因为有时候波动性太大的时候，你其实会直接被洗掉。就网络上很常讲一句话嘛，就是价格不变，仓位不见。对，我觉得蛮有道理的。好了，回到主题，先讲一下美联储的会议纪要，因为毕竟之后的金融走势啊，基本上都跟会议纪要后续的加息动作有很大的关系，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先去看懂它。然后最后面呢，再用比特币的盘面跟大家解析一下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子哦。昨天公布的最新会议纪要呢，他讲了，就是联准会的官员们嘛，都一致的认为需要继续升息来抑制通胀，而且他要警告一件事哦，就是美股目前的估值过高。大家还记得估值是什么吗？可以去看我前面有一集节目是在讲估值，然后它以及债务上限谈判的时间过长，可能会带来极大的金融风险哦，也就是美债可能违约这件事情哦。然后上次加息会议呢，鲍威尔才说他不管嘛，对，他说不关他的事，而且他觉得应该会调，所以基本上我觉得9月一定会调高上限啦。然后我之前讲过一件事哦，就是调高上限之后，那4000亿美金的债券要谁去接手呢？目前大家看起来会是谁呢？然后我就牵扯到币圈嘛，可是我觉得我们就边走边看吧。然后再来哦，因为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啊是有滞后性的，也像之前说的，可能要6个月才会有效果。然后有一部分的联储官员呢是倾向于那时候升息2码，也就是上一次我跟他说直接升息2码可能是一个最快的方式，可是呢他们还是只升1码，因为毕竟2码真的太刺激了。然后那些2码的官员呢，他们主要的目标就是快点达到那个利率区间，可以有效的加速抑制通胀。然后会议纪要还显示啊，与会官员普遍指出啊，通胀前景上行的风险啊，仍然是决定目前利率决策的一个关键因素，也就是大家继续要看接下来的 CPI 跟 PCE 到底怎么走。那他们从风险管理的角度呢，通膨率明显回到2%之前呢，都要保持这个强硬的态度。然后后来我就去看一下2%到底怎么来的哦，其实2%根本没有什么大量的科学根据哦，就只是他们定的一个数字而已。所以后面跟大家讲，最近有一个新的关于通胀的讲法。然后先回到会议纪要，再来写到随着今年的能源价格开始有点下降了嘛，还有食品的通膨增速在大幅放缓，对吗？放缓啊，因为蛋已经涨到一个极致的状态，再涨下去真的太夸张了哦。然后预计今年的通膨会显著下降，这个呢其实就跟年环比是一样的道理哦。就是我跟你讲，我只要撑1年，我只要比去年多2%，我现在的通膨就是2%。虽然去年已经涨10%了嘛，可我今年只涨2%，所以用数字来跟大家算一下，大概就是我今年是100块，然后经过去年呢涨到110了，通膨暴增嘛，然后再过1年之后变成112.2，那时候只涨2%。可是总体来说，其实通胀是很高的，可是今年只有2%，所以我们的压制通胀就有效果咯。再来提到劳动力啊，大家都知道非农就业其实非常的强劲嘛，因为有些企业呢虽然裁员了，可他们还是想留住一些比较优质的员工，所以呢导致整个就业市场还是依然的强劲，裁员的效果有限。然后最后呢，他们终于担心那个债务上限的问题啦。他说，美国经济目前面临一个下行的风险啊，今年可能会出现衰退。大家如果想知道衰退的定义的话，我前面有一集节目也有讲到关于 GDP 嘛。然后 GDP 呢，在今天会公布，所以今天晚上又是一个动荡的日子咯。然后这个长时间的债务上限谈判啊，可能对金融体系有一个重大的风险。再来最后，他警告美股的估值过高哦。他说，尽管去年的一整年啊，股市是往下跌的，可是标普500的成分股呢，还是比中位数还要高哦。看完会议纪要之后，我觉得还是一个重点没有说出来哦，就是关于终端利率的想法，目前是没有结果的。然后关于股市估值过高这件事呢，我觉得市场本来就是一个溢价的市场啊，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大。可是呢，目前美联储给我的感觉有一点很重要哦，它就是要一直加息，它不跟你讲什么时候会结束。
它加到真的经济受不了，或是通胀完全下来为止哦。我有看到一点这个迹象，所以现在状态就像之前我也讲过一集不着陆，对，大家还记得那集吗？就在经济持续成长情况下一直加息，就两个并行，这就叫做不着陆哦。美联储没有给一个确定的终端利率的话，会不会其实就是慢慢往这个方向走呢？可是这个方向走就会有一个问题哦，当走到一个极致之后，真的不行之后，市场撑不住了，国家撑不住的时候，就会有东西爆，爆完之后就是啪，两个一起下来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走在一个往上行的钢索之中。所以我个人最近的操作就是一定要持有一半的现金，然后一部分的现货，然后剩下短仓撸现金，大概就这几个方向哦。再来啊，就是 Nick 前几天有一个发文啊，他说克利夫兰联储研究人员分析了 FOMC 的最新的经济预测哦，他们预测在2025呢 ，PCE 通胀大概会达到2.75%。如果要实现2.1的通胀的话，深度衰退是必要的。再来后面补了一句哦，如果2.8% 的通胀率是一个新的锚定的话哦，他们就可以保持这个通胀率的时间，然后更长，这是最棒的策略。这是什么意思哦？之前说通胀2%是一个没有太大根据的数字嘛，就是因为以前的经验算下来，平均可能是2%，他们就觉得2%是合理的。可是因为印钱印太多了，所以通胀2%根本是压不下来的事情。所以他们最新的模型就显示啊，如果通胀是以2.8% 为目标的话呢，可能2025年就可以达到了，也就那时候通胀压下来之后，就可以缓慢的开始降息了。就真的很好笑啊！反正这个不行我就改那个，那个不行我就改这个，就东改西改，就让一切变得好像可行。然后美联储一直不给答案的原因呢，就是因为他们还一直在调整他们的方向。然后所以我们现在呢，其实很难用宏观去判断之后的走势了，因为市场钱其实还是有的，而且有说过上一期就是有几个国家在放水，中国跟日本嘛，所以这件事如果持续下去的话，市场流动性其实一直是在被补充中的哦。所以我们还是要配合盘面才能做出更有效的操作。接下来讲一个好像算利好的事情啊，就香港财政司司长在22号发表了那个年度的财政预算案，表示啊，将拨款5000万港元的加速推动 Web3 生态发展。这些资金呢，包括举办各种国际的大小型研讨会，推动跨界别的业务合作和举办青年工作坊。这应该算是一个真的利好啦。如果他年度预算真的有编下来的话，因为毕竟可以推广给更多人嘛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就看一下比特币的盘面哦。好，我们重新来看一下比特币的日线图哦。那个针尖区域的支撑真的是蛮强烈的哦。昨天插下去之后，隔天就收回来了哦。然后跟各位讲一下，这边看的盘面都是比较大周期的哦，所以这边比较适合现货去操作哦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4个小时线哦，其实就很明显哦。昨天有画一个那个上升三角形嘛，它是跌破了，可我说没有加速下跌，结果它在下面之后就找到这个支撑，然后就往上弹入这个上升三角形了。所以它目前呢又回踩这个上升三角形的底部。它如果这个4小时有收在这个上面的话，也是24305以上的话，我觉得它有机会再上攻一次这个25250。然后如果它上攻250失败之后呢，下一波回调可能就没有那么简单，可能会更深咯。所以这次如果突破再站稳之后，可能就直接上去到26000左右的状态了。所以目前有这个走势的机会蛮大的。我们等一下看一下4小时收线，因为现在是3:50啦。对，我在录影的时候。然后昨天其实我讲到几个点哦，我说这2个针尖的地方都是可以进场的地方哦。这边第一个针尖的位置大概在23840哦，然后第二个针尖的位置大概在23339，然后它昨天收的针尖大概在23574啦，所以这个极限位置是进不到的。可是这个针的位置是进得到的，这个针的位置如果进得到的话，今天也都是盈利的状态啦。然后也就是因为它这个反弹哦，其实它的那个多头格局还是继续往上，所以今天就比较像是一个大型的震荡而已。然后震荡之后再往上嘛，没有突破，可能又要再下来，然后就要再继续寻找这个支点。然后可是这边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个反弹的力道啊，大家看量上，然后这边是回调嘛，所以这样的量没有很多，所以这个反弹的能力还不太够，可能需要晚上美股的时候，美国人可能加持的话，量能有冲起来的话，这个反弹可能就会很漂亮哦。如果这个量够大的话，有机会直接冲破这个位置，所以暂时还是不用太担心这个格局改变啦。那我之前有一直在说一件事哦，就是它除了日线级别的 N 头以外，我都不太担心哦。日线级别 N 头是什么呢？就是这2个支点的线大概在这个位置，然后以今天来看的话，也是大概22000嘛，对，它会越来越上面，越来越上面。当它跌破这个位置之后，才会形成一个比较大的压力哦。这时候的回调可能就要更深了。
那时候再看。然后目前就还是一个安心的趋势啊，所以大家有现货就继续抱着吧。然后以太坊最近真的偏弱啊，所以我暂时都不太去看它了。然后小币我今天不小心有露出来一点啦，我是买了一点 OP 啦。然后对我来说小币呢，我就是不会上合约，就是现货买一买，玩一玩，可能吃个10%、20%，我可能就会撤退了。对我来说会员群是有一点随缘啦，因为其实也没有到很贵。然后因为我前一阵子是努力在做空嘛，因为我觉得大环境非常差。然后那时候做空的时候呢，其实我没有在会员群里面做任何操作，我是跟大家说我会休息一阵子，因为我觉得环境不好。然后后来呢，我2月之后重新启动的时候啊，就是我觉得多头好像有一点起来了，这半年就好好的做。然后我跟会员说呢，因为我那段时间没做嘛，所以我从我启动2月13号之后重启会员群那一天，帮他们重新换算1年，所以我都没有收任何新的费用，我就是会陪他们1年，然后剩下就是随缘啦。然后今天的分享就结束在这里啦。如果大家喜欢我节目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小铃铛啊。如果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私讯我的 Telegram。那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